Hello， 大家好。很多人都说我这个嫁接的不可能存活，大家看，现在都快有我人高了。这几个芽顶群都长得又粗又壮，而且这个叶子，大家还记得以前那棵树吗？以前那棵树，那个叶子看起来很普通、很小张的这个叶子，这个树呢，现在叶子非常的大，而且这个杆也很粗，长得这么高。大家我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。一共存活了5个枝条，我一开始嫁接了10几个，下面一排全都嫁接上来了，这上面也是我把这些没有存活的全都剪掉了。这棵柚子树呢，是当初我刚跟小琴交往的时候，我去邻居家那里给小琴摘那个柚子吃，小琴说想吃柚子嘛，然后去街上买了又麻烦，我们刚好邻居家就种了一棵，然后摘的是哇特别的好吃，而且成熟的特别的早。然后呢，我看这个柚子树，我们在这里来改造这个房子，一开始只有这么高，然后我就没有把它砍掉，就一直让它在这里长着。结果我们在这里住了3年了，这个柚子还没有结果，然后我就感觉这种野生的柚子树可能种个10年才会结果，太漫长了。我就在网上自学了一下嫁接这个果树，然后没想到第一次尝试就把这棵柚子树给嫁接存活了。不仅我们嫁接了柚子树，还嫁接了桃树。带大家看一下我嫁接的那棵野生的桃树，也是长得特别的好。你们看这棵柚子树，李俊，哎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当初我怀一恒的时候喜欢吃酸的，所以我觉得它好吃？不是，我都觉得好吃，你不要误导我。这棵桃树呢，是当初我们第一次来这里买房子的时候，我挖上来种的一棵桃树。一开始只有这么高，然后因为小琴比较喜欢吃这些水果嘛，但是呢，我又是喜欢种这些果树的，我从小就喜欢种。小时候去种的那些果树都是想拔苗助长的似的，每天都看它不长，就一直浇那些农药肥啊，然后把它营养过剩，就已经枯萎了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。就把这些果树管理的特别好。看这棵桃树，这是今年第2年结果了。这棵桃树呢，我也是在这里嫁接了一个枝条，大家看，因为我感觉枝丫全部在这边没有，然后我就给这边嫁接了一棵。可能是这棵桃树长得桃太多了，营养都被其他的地方吸走了，这棵枝丫看起来有点瘦。然后我当初是在这里剪了一棵这么长的枝条。然后我就把旁边还有一棵桃树，那棵桃树呢是一棵野生的那种毛桃，而且不好吃，还容易长虫。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把它给锯掉了。把它锯掉后，就嫁接了几棵枝条。大家看得出来是当初的那棵野生的桃树吗？现在这些枝条长得又粗壮又茂密。看一共活了几颗芽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活了6颗芽顶，本来是活了好几颗的，其他的芽顶不健康，我又把它剪掉了。你看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，像这些包扎的这些薄膜其实都可以拆掉了，但是我是怕它会影响，我就一直都没有拆。这棵桃树我到时候我想的是，等它完全存活了以后，等它这些枝干都变成那种可以结桃的时候，我就想把这棵桃树呢移栽到我们院子里面去，因为我们院子里面嘛，一直都想打造一个这种花园嘛，像这样在院子里面种一些桃树，其实也是可以的，到时候开桃花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漂亮。这棵桃树我是特别喜欢的，没想到自学嫁接，能第一次这么成功，也是很欣慰的。到时候我们也会去挖一些野生的桃树来种下去，然后只用它的枝干，然后去嫁接一些各种各样的桃树，一些黄桃啊、油桃啊，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嫁接。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种的葡萄，这个葡萄呢当初是在小琴她姐姐们那里去捡的一颗枝丫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棵葡萄树竟然结了这么多果。改天我也是想的是在这里搭一个葡萄琳琅，一个琳琅走过去，既能遮阳光啦，又能吃葡萄，真的是太享受了这种。其实非常能理解李俊
非常的欣慰，就是这些果树全部成熟的这种心情。这里这些葡萄，它本来长了很多分支，我都是把它剪掉，我就想把这颗葡萄培养的特别的粗壮，然后一颗接上底。这个葡萄呢，它是一颗红色的那种水晶葡萄，像刚才介绍那颗呢，就是这种绿色的水晶葡萄，那个比较酸。像这些李子树，我都是修剪了一次又一次。本来这是2颗枝丫的，后来我还是把这颗枝丫给它剪掉了，我就让它1颗枝丫。因为我种果树，我就是喜欢让它长得又高又漂亮。吃不吃无所谓，主要的就是我想，看着它结果实。因为我种这些，我主要就是想看它挂果，然后开花。然后这些橘子树，大家看，这是在外婆家那里挖来的，因为外婆家那里退年还耕了，然后就把这些果树给挖掉了，我就感觉太可惜了。我就在外婆家那里挖了这些果树来种在这里，没想到这是种的第2年竟然结果了，你看结了这么多。还有这里也是种了一棵桃树，这个桃树呢也是不好吃，我是嫁接了旁边那棵桃树。我想的是今年等这些桃树全都过落以后，我就把这些枝条全都剪了扔掉不要了，我就打算嫁接其他的桃冠。因为这棵桃树它的产量太低了，而且呢这个树形长得不好，我就是想给它重新嫁接，不要让它像往这边倒，让它往上面长。这个桃树是在网上买的，但是这个桃树它现在还看不出来，可能我们买的时候只有这么高一点，现在长的这个芽顶也是挺好的，它是散开的，我就把它绑在一起了。这棵也是可能缺乏管理，我们一直没有修枝，然后我就把这里这个枝条剪掉了，让它再长高。这棵是那个皇帝柑，应该不是皇帝柑，叫个什么呢？忘了，反正比较好吃的一种橘子。以前小时候看到邻居家有果树就很羡慕，所以现在长大了就很愿意自己种桃树，种这些果树。像这棵枫糖李，我现在对它一点自信都没有了。当时我去那边挖过来，我以为今年就会结果，结果开花了，我买了各种的保花果的药打上去，它就是花开了，然后不挂果。然后我还以为是我今年挖过来后它会有一个缓冲期，我特意跑到那边枫糖李基地去看了一下，结果他们的也是只开花不结果。所以说这个枫糖李管理的起来非常的麻烦，难怪它要60块钱1斤。所以说我们这里后面也是种了那么多枫糖李，明年我得跟他们好好请教一下怎么来管理这个枫糖李，才让它挂果。灰树我们当初也是特别舍不得修剪的，因为这棵树对我的感情是非常深的。它不仅是一棵树，而且是我对灰灰的一种留恋。大家看这个树，它也是，像这样一直感觉长不开、长不大。今年呢，我就是毅然的把它给该修剪了，全都修剪了。我就想让这棵树长得特别的大，然后能供我们乘凉在下面。让我们每次坐在下面乘凉的时候，都会想到灰灰，让它结了很多果实，就相当于灰灰一直都在这里陪着我们。我们把它放在这里的话，也是让它一直能每天看着我们。现在这旁边呢，我们也是种了一棵老家的李子树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老家那边有房子，但是我们至今没有一棵属于我们自己的李子树。今年呢，老家也是种了几棵，我也是移栽了一棵到这边来。这棵树呢，我也是大胆的修剪了很多的枝条，我感觉明年就会结果树了，明年就会结李子。我把那些能修剪的全都修剪了，就只留了2棵的枝丫。其实我们在这里呢，我最欣慰的还是我们院子里那棵李子树，但是那棵李子树呢，感觉这2年都一直在长虫，每次到挂果的时候，那个叶子啊就感觉全都枯萎了，那个芽枝也是不断的在枯萎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们院子里的那棵李子树和橘子树。
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棵李子树当初来的时候，它是很茂密的，这个叶子长得枝繁叶茂，特别的漂亮。而现在呢，看起来就是光秃秃的，像冬天一样，就只看到树干，看不到这些枝丫。其实枝丫它是有的，但是它就是感觉是被什么虫子给吃掉，或者是说这棵树给生病了。我也是在网上买了很多的药，我想的是不一定要吃这个果子，但是我一定要保住这棵树。这棵树我感觉好像是保不住了，但是我们也会尽力的去治疗它。我们最喜欢的还是这棵橘子树，当初来的时候就跟我一样高，可能还没有我高。然后现在呢，经过我每年不断的修剪枝丫，一开始我是舍不得剪这些枝丫的，但是不剪枝丫呢，它这个橘子它长不好。然后今年呢，我就是把这些该剪的枝丫全都剪掉了。没想到这个果树这个橘子结得密密麻麻的，就感觉这棵树啊，到时候这个橘子熟的时候，肯定这棵树它是支撑不了的。等到这个果子长得这么大一个了，我们就要到时候给它砍一些镯子来给它支撑起来。如果说不支撑的话，肯定就会像那边那棵桃树一样会断裂。